这户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亲戚，送来的鱼嫌臭，送来的菜嫌脏。可突然全国大停电，城里断水断粮，这家人逃回乡下也不嫌脏臭了，捧着井水就喝，抓着猪肉就啃，狼吞虎咽，边吃边哭，还是乡下好啊。3个月以前，这家人还是富贵的东京人，爸爸在高档写字楼工作，妈妈做家务，用各种电器，女儿天天逛淘宝臭美，儿子则沉迷电子游戏。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乡下亲戚寄东西来，各种嫌脏又嫌臭，就连接电话都是可就在这天，爸爸一觉醒来发现闹铃停电没响，他冲到客厅又看见女儿儿子乱作一团，他们的闹铃也停电没响。更倒霉的是，妈妈也没准备早饭，因为燃气灶停电没气，水龙头停电没水，打电话叫维修工吧，这才发现电话线也没电，打不通。一家人来不及多想，着急忙慌出门，可跑到电梯口又看见乌泱泱挤满了人，电梯也停了电，无法运行。这是小区大停电，大家只能爬楼梯出去。儿子骑车去上学，路上停满了汽车，都是发动机没了电。女儿走路到学校，发现同学几乎都迟到了，因为公交也没电，停运了，甚至老师也没来。第1节课只能上自习。妈妈去超市买东西，可运货车没电，好的东西没送到。一结账，收银台也没电，只能收现金。爸爸坐地铁上班，可地铁也没电，停运了，只能走着赶到公司。公司大门却因没电打不开，只能砸开玻璃。进了办公室，电脑也没电，一群人干坐着。大老板来了，意有所指的说：“大家回去吧，一定要在天黑前回家。”爸爸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慢悠悠回家，路过一自行车店，想买一辆自行车代步，一看店里只剩一辆旧车，价格居然还要2万5。他刚想搞价，又进门一个客人买车，赶紧掏钱骑车走了。夜晚，一家人点着蜡烛吃饭，只能吃罐头和饭团。爸爸嫌难吃发脾气，儿子也负气不吃了。没有电的夜晚很难熬，女儿无聊看杂志，差点被蜡烛烧着头发，丈夫也就着蜡烛奋力地做公司报表。妈妈来到阳台赏月，惊喜地喊来丈夫。没一会儿，儿子和女儿也来了。没有地面的灯火通明，天上的星辰如此璀璨，甚至能看见银河。一家人看迷了。此刻的他们还并没有意识到，这是全球离奇大停电将带来灭顶之灾。逃荒路上一瓶水500块，这家人嫌贵没买。10分钟后再遇上卖水的，已经涨到1000块。下一站1500块，再下一站2000块，再然后2500块，钱贬值的太吓人了。这家人赶紧停下，把2500块一瓶的水全给买了。他们又骑了一会儿，看到一个破旧的杂货店，门口却停着豪车，还有一群富豪在排队。一个西装男用劳力士换大米，老板娘直接拒绝。西装男又递上一串车钥匙，是价值5000万的玛莎拉蒂。老板娘破口大骂：使えないもの持ってきてもダメよ。水か食べ物ね。穿着貂的、抱着狗的、戴着金链子的，全都灰溜溜走了。这家人赶紧进去，想用钱买门口那辆破旧自行车，老板娘不同意。妈妈掏出一瓶价值10万的酒才成交，又掏出一瓶酒换了一包大米。这是全球大停电第7天，东京断水断粮。这家人带着200万，打算乘飞机回乡下，可钱快速贬值成了废纸。他们甚至看见饿极了的人把公园的观赏鲤鱼全给捞了上来，晒成了一排鱼干。这家人则靠着那些矿泉水和大米艰难挨到机场。可飞机也停运了，逃荒的人正在被驱赶，甚至引发暴乱。一家人赶紧离开，跟随其他逃荒的人在公园扎营。爸爸和一旁的人打听情况。本当ですか？いや噂ですよ。多分皆さんもそう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。这时，儿子大口大口喝水，那人就咽了咽口水。そのお水1本分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？爸爸礼貌拒绝，不动声色用衣服遮住物资，妈妈也遮住燃气灶，那人只能灰溜溜离开。夜晚，一家人盖着塑料布睡觉，爸爸一卷，儿子就没得盖，冻醒了，却正好看见白天那人在偷水，儿子一时呆住，爸爸暴喝：“捕まえろよ！”儿子连忙追了过去，可那人玩命的跑，天又黑，跟丢了。儿子打算回去，却看见远处有火光，就捡起一根大木棍，悄悄走上前去，却看见那人用水泡了奶粉，正要喂怀里一个小小的婴儿。他哇哇的叫着，许是饿得很了。儿子静静看了一会儿，放下棍子，转身走了。第2天，一家人骑车朝着传说中有电的大阪进发，可很快吃的没了，喝的也没了。老爸趟进河里，捧起水，然后吨喝了。一家人劝他根本不听，再上路却遇上狂风暴雨，大家赶紧躲，爸爸却闹起肚子，钻进草丛释放自己。一阵狂风袭来，自行车被掀翻，物资撒得到处都是。等雨停下，车坏了，粮食毁了，老爸也病倒了。
兄妹俩来超市收集物资，食物区早已空空荡荡，而哥哥拿起一瓶电池补充液直接就喝。原来电池补充液就是纯净水，之前搜物资的人不知道，超市里满满当当的电池补充液全便宜兄妹俩了，还有无人问津的猫罐头，其实人也能吃。专业地图是被人抢光了，可是还有儿童绘画地图也能指示方位。靠着哥哥的天才头脑，兄妹俩收获满满。可等他们返回，老爸却在钻木取火，火柴也没有了。哥哥扔过去一个烟花点火，可爸爸觉得丢面子，非想自己成功点火，可他钻呀钻，最后一家人只能吃冷饭。一家人灰头土脸继续赶路，却遇到了另一家人，遮着太阳，吃着水果干，欢声笑语，轻松自在。他们停在对面休息，女主人好心的招手，然后拔了一棵野草递过去。地面から直に葉っぱが生えているものは大抵大丈夫。男主人也告诉他们，山奥を通った時なんか水が染み出している岩場とかあるでしょう。妈妈和两个孩子听得很仔细，还招手让爸爸也过来听。可爸爸作为一家之主，没脸去听。两家人一起上路，爸爸就骑得飞快，想找补回来面子。可等停下来休息，对方畅快地喝水，他们只能拿一个没水的瓶子假装在喝。另一家人不去传说中有电的大阪，和他们分开了。一家人千辛万苦到了大阪，可街道空空荡荡，这里也成了荒城。女儿终于受不了了，大声埋怨爸爸。儿子也插刀说，妈妈也大叫起来，とっくに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。お父さんはそういう人なんだから。看上去是在阻止儿女抱怨，却也暴露了对丈夫的不满。爸爸十分羞愧，颓唐地蹲了下来，而妻子和女儿们不再抱怨，一起把他扶了起来。毕竟他们是一家人啊！连大阪也停电瘫痪了，他们最后的希望是乡下老家，继续踏上逃荒路。走啊走啊，饿得头昏眼花，连虫子都往嘴里塞。突然，一头白花花的猪在不远处哼哼唧唧，他们立刻冲了过去。爸爸拿出一家之主的风范，冲在最前面，冒着生命风险也不撒手。终于，猪撞在河滩晕了，爸爸得意地笑着。可正当他们准备杀猪，一声暴喝，原来是猪的主人赶到，把他们一家人带回了家。这已经是乡下了，他们看见井水，冲过去捧起水就喝。主人准备了饭菜，他们狼吞虎咽，看见肉更是直接上手抓。全球大停电以来，住在东京大城市的他们第一次吃饱饭，而户主住在农村根本没受影响。最终这家人帮助主人干了好几天农活，主人就邀请他们常住。原来村里都是老人，吃喝不愁，却也孤孤单单。可这更让他们想到自己住在乡下的父母执意要走，老人就给他们装满物资。一家人再次踏上回乡路，却被一条河拦住。爸爸再次拿出一家之主的气概，用木棍和绳子拼出一个木筏，载着物资顺利过河。第二趟，爸爸带着儿子要把自行车运过来，可刚游到河中央，下起了暴雨，木筏被冲散。爸爸指挥儿子放弃木筏，赶紧往回游，自己却被滑落的自行车压住，渐渐沉了下去。失去了爸爸，三个人走得很沉默。可当他们吃烧肉时，又引来饥饿的野狗，直接扑了上来。妈妈抢夺书包，被掀翻滚落山坡，摔断了腿。儿女赶紧来扶他走，可是恶狗吃完烧肉又追了上来，三人跌坐在铁轨上，紧紧闭上了眼睛。就在此时，一声声汽笛声传来，恶狗被吓跑，原来是老式火车冒着滚滚浓烟驶来。三人被救上火车，却依旧陷入悲伤。突然，母亲看见窗户外的浓烟，伸出头一看，远处是爸爸靠坐在汽车旁，一手举着那个没用来点火的烟花，火花四溅，发射求救信号。就这样，老旧的火车载着一家人顺利回到乡下老家。这里也没了电，可归海的渔船载满了肥鱼，地里的藤蔓长满了西红柿，美得如同世外桃源。